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在山西的大山里面。以前我们在湖南、湖北、贵州一些山洞里面看到之前有人居住，称之为崖居人家。我记得好像有一户人家住在山洞里面几百年，传承了11代。这种崖居是非常少见的，我基本上是在南方看到过。那最近呢，我在太行山里面转，听到当地人说，在晋城这一块呀也有崖居，今天就来了。我们在南方看到的住了200-300年，这个算是非常悠久了。而这里的崖居人家，据说呢是住了上千年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去看一下。这个崖居是在晋城泽州县的李河村，算是一个世外桃源的村落啊，也算是比较偏僻。这个村呢是坐落在一个峡谷当中，两边都是大山。这里呢可以说是夏无酷暑，冬无严寒，算是一个避暑胜地。在南方这个时候天气是非常炎热，而在这个地方呢，现在可以说是有点冷。现在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崖居，离这个村落大概可能将近2公里的距离，还得去前面寻找一下。我以前在南方看到的崖居都是零散的，基本上这里一个那里一个，最多的是一个洞穴，云南的那一个我看到是住了4户人家，我都觉得算是比较多了。而今天我们要看的这里呢，我查了一下资料，它是崖居群，就是在这个山谷里面呢，有非常多的崖居，这是极其罕见的。我们去看看有什么，好像看到一条小河了。这里比较奇怪的就是在这里修建了一个水泥平台，这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因为周边也没有房屋这一类的，难道是露营的场所吗？但是也不至于啊，搞不懂。我们要看的崖居好像就在前面那一点，看到一个指示牌，崖居呢就在这个上面，写了大猪嘴窑、小猪嘴窑，还有透窟窿窑，就是说这上面可能有3个崖居。在左边还有一栋18院，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个，然后最后呢来这边看一下。先往这边走吧。这山里面非常安静，我现在是一个人行走在这个里面，说真的还是有点紧张的。这一块跟我们之前看的太行山有点不一样，以前看到的都是石头光秃秃的，而这里呢却是茂密的森林。我知道那个18院在哪里了，是在前方这个山峰上面。你看这里有梯子，这里有很多洞穴，就是人们开垦出来在里面居住的。这一块有，旁边是我们刚才那个路牌那里上去的，这一块也有好几部分。主要是这个比较高啊，爬上去估计差不多得要1个小时。本来我是不打算上去的，想了一下，既然来都来了，去上面看一下，也算是爬一个栈道了。这可能就是为了让大家观赏方便，修建了这样一个栈道上去，而且全是木头的。走在这样的栈道上要小心，我看了一下，有些经过日晒雨淋，已经有点腐烂了。走到半中间休息一下，看到不一样的东西。在对面那个山上也有一个洞穴，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有居住啊。我们先在这边转一转，如果下面有路的话就去对面看一下。越来越陡峭了，爬起来有点吃力啊。我觉得当时他要修建这个栈道也是不容易的，完全是在这种崖壁上面树木里面弄成的。这一块就是最惊险的了，完全是在垂直的崖壁上弄得一条栈道出来。我们通过旁边就可以看到，这个基本上是垂直的高度，到下面估计也有100-200米的距离啊。在这里走的时候差点摔了，主要是我登山杖碰到了一下，差点就倒了。已经登顶了，走到这里才发现有点失误。在下面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个崖壁上面有一些洞穴，以为是通过这个栈道上来，结果来到这个上面已经没有路了。这里已经没有道路了，我通过航拍可以看到上面完全是没有什么。我们要看的那个洞穴崖居是在这个右边墙壁上面，结果这里是没有道路可以去的，
也就是说，我们爬这个栈道白爬了。一开始以为啊，通过这个栈道能够去到崖居那里，现在是行不通了。这是我们刚刚说的栈道旁边的，这完全是经过人工开凿的，里面深度有一点了。看这些洞穴应该不是长期有人居住的，可能是为了躲避土匪或者躲避其他临时避难场所。这里面完全是相通的。我就是有点好奇，以前人们是怎么上去在这里开凿出来的。通过航拍是可以看到没有道路的，刚好紧挨着那个栈道，它是在崖壁的半中间。这一块的崖居非常多啊，前方2个就是我们刚才在那里看到路牌，以及呢前方那里一个，这个崖壁上本身我们要去的，结果没法参观。那2个是等一下可以去参观的。这个独立的山头那里也有，等一下我们也可以去参观。然后再往这边转过来，这里呢也有2边墙壁都可以看到，特别是通过航拍可以看到那里呢还有那个房屋的遗迹。等一下我们都可以过去啊。下来了，现在去那个独立的山头看一看，就在前方那里，看看从哪边上去。这个山里面现在就我一个人，在这前方的山谷2侧都有很多洞穴。你像那一块有好几处，而且还能看到人工修凿那个墙壁的痕迹。这一块都是人工开凿过的痕迹。这奇怪了，这边怎么到处都有修整过的痕迹？关键是这里也没有什么呀。奇怪了，这边全部都是啊。又看到路牌了，一洞18院还在前面，是不是说一个洞里面18个院子啊？不知道是不是啊？你像这片骷髅山，就等于是那种骷髅洞穴一样，先去一洞18院，然后再回来上山。尽管说我现在一个崖居都还没有近距离的看到，不过呢，通过航拍可以看到这边非常多。这应该也是我迄今为止看过最大的崖居群，也有可能现在是国内发现最大的崖居群。终于到了，我身后就是崖居遗址，这就是典型的崖居，面积还挺大的，这个长度可能有100多米啊。这就是以前的房屋，根据山体来建造的。这是墙壁，然后上面还有很多孔，这应该是以前搭建的。这一块是分为2部分，这边空间稍微小一点，旁边的空间就稍微大一点。这就是典型的崖居了。这里的崖居是整个这山谷里面崖居的5号遗址，一洞18院。刚才我们说了，是不是一个洞穴18个院落啊？现在看不到18个院落，但是能看到很多房间。这里是一个，那边也有，以及那一块。在2009年，有考古专家来这里考察，发现了一些旧石器时代的东西，就证明啊，这个地方在旧石器代已经有人在这里生活了，历史非常悠久。以及呢，他们也发现呢，在明朝以及上个世纪啊，有人在这里生活。特别是这个村里的一些老人，90岁的老人，他都说在上个世纪呢，他看到有人在这里生活，因为这里全部是人们生活遗留下来的痕迹了。现在来看看这边的结构，一开始我以为啊，这洞穴是分为2部分，那边小，这边大，实际呢，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洞穴，只是说这里把它隔开了。这都是以前的墙壁啊。用石头，然后用泥土把它弄住，这样的话，里面相对来说就比较能够生活。这里呢，就是一个房间了，这就是墙壁，那边还有个窗户。这一块相对来说就比较完整，很有可能啊，这个5号崖居应该是整个这个山谷里面
牙居保存最完整的。这里以前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墙壁，把这边分开了，那一块啊，相对来说就更大一点。我就是不知道这个墙壁是什么时候建成的，反正看肯定是有一段历史的。专家考证，这里呢有旧石器时代人们生活的痕迹，并且还出土了一些东西，那就证明起码在1万年前，这里呢就已经有人居住了。因为旧石器时代距今是300万年到1万年左右嘛，那个时候是不是可以称得上是远古人类呀？现在总共是发现旧石器时代、明朝和上个世纪。那么在明朝之前可能也有人居住，上个世纪就不用说了，如果按照明朝初年就开始有人居住的话，那大概是600年到700年的历史了。这个墙壁基本上就是石头和黄泥土的混合物了，有一些石头中间就直接用黄泥土。也有人会有疑问，我们在云贵、湖南、湖北看到的牙居都是木头的，为什么这里没有呢？全是石头呢？这可能也是跟环境有关。我们现在看这个外面是有很多树木，其实在以前呢肯定是没有的，毕竟这个山里面人们都生活都砍柴。之前我们也在太行山深处看过一些村落，很多呢也是用石头建造的房屋。在这里呢可以发现很多孔，证明以前用少量的木头搭建过屋顶。我们说这里几百年，在这里看这个痕迹的话，我猜想啊，这个弄不好，这个墙壁就是上个世纪人们建造的。因为看这个木头，如果说有几百年，应该不是这个样子。大家觉得呢？这里之前应该是有一些驴友来这边游玩，留下了一些东西。这一块面积还真的是挺大的，很多熏黑的痕迹，就证明以前都是有人做过饭的。这里弄不好啊，就是客厅。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块是卧室，那一边呢应该是厨房，很有可能就是这么区分的。这一块应该是一个灶吧，看起来有点像。在这个洞穴下面搭建这样的院墙也是挺不容易的。我看资料说，在上个世纪这里居住的人呢，跟旁边村落他是不走动的。那位90岁的长者老人说，他们呢什么时候来的，包括什么时候消失的，他都不知道。不知道真假啊。正常来讲，这里有人居住，在外面差不多2公里就有个村落，那平时肯定是会打交道的，因为他如果住在这里，那旁边肯定要开垦一些土地嘛，要生活的嘛，不可能不走动吧。所以这些真真假假、假假真真，我们就当着听、当着了解了。我在网上还看到一种说法，说这里呢其实并不是人们长居住在这里，而是那些养蜜蜂的或者采药的临时住在这里。那么大家觉得哪一种更真一点呢？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来讲，生活在这里确实是有点像世外桃源，但是在以前可就不是了。5号牙居就看完了，现在去其他的看一下。这边天气变化也挺快的，现在又降温了。在5号牙居的对面山上也有很多洞穴，这个也是用来住人的，不过住在这个崖壁上面挺惊险的，就是不知道怎么上去。反正这些都是经过修整过的。从这里上去，前方应该还有一些崖居，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旁边崖壁上面也有一些崖居，还有人工弄的护墙的痕迹，看看能不能爬上去啊？不行，没有道路上去，我们也只能通过航拍看一下了。你像这些明显的也是人为开凿的痕迹，特别是有一块呀，都堆了石头，就像院墙一样。
这边上山的路都比较宽敞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修的。这我一个人在这个山里面穿梭，我还是有点紧张的。还好这是大中午，如果是下午的话，我就不敢来了。这树木非常茂密啊，感觉都有点像原始森林一样的。确实走对了，我都能看到前面那个独立的山头。我在这个山里面呢，是边走边寻找，就看到稍微大一点的路，我就看一下，因为我也没来过啊，不知道在哪里。终于到了，这一块还有人养了一些蜜蜂，应该是之前养的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穿过这个小树林，就到了前方那个洞穴了，非常大呀。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三角形，如果站在远处看的话，有点像一个大象的鼻子，从而这里好像被称之为象鼻山。这就是里面的情况，这里被称之为9号崖居遗址。不过我感觉啊，这里有人居住的痕迹不多，反正考证出来是9号。在这个半山腰还有一个龙王庙，按旁边的资料记载，这应该也是有比较长的历史了。这边就看完了，我们往回走，来到了一开始这个地方，现在去看一下最后几个崖居。这就是崖居1号遗址，叫做大珠嘴窑。这个洞口呢，高度达到30米，宽度大概是20米，里面最低的地方大概是3、4米。这个洞口啊，有点像高楼一样的，很宽很开阔。如果来到这个里面呢，感觉是来到了一个大会堂，周边呢都是石壁，头上是高高的石顶，在这个上面呢还有各种奇怪的孔，有大有小，有深有浅，各不相同。这里面呢还有一些钟乳石，主要是在那一块。经过上千年的气候变化，这已经形成了现在的模样。既然称之为崖居1号，那就证明以前这一块呢也是有人居住。我猜想啊，他居住的位置大概是在那一块最高的地方，那里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平坦。其他地方的话，应该是很长时间没有住人了。上个世纪有人住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5号崖居。这里的话，上个世纪估计可能没有人居住啊。在那边也有个洞穴，不过呢进不去，我就不参观了。再往前走还有一个崖居，我们刚才通过航拍看到了，应该是叫做小珠嘴窑，确实比刚才那边小一点。不过整体而言，这里看起来相对来说是更平坦。我猜想，这里以前住的人应该是比旁边的多。这里呢是2号崖居，实际来讲的话，没有人跟你说这里是崖居的话，还真看不太出来有人居住过的痕迹。反正我们就姑且认为是有人居住的。这一块的崖居，我都感觉很有可能是中国最大的崖居群。我在查资料的时候看到，说这里崖居的话大概有20多处，这个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据啊。我也只能看其中的一部分，有一些在崖壁上是看不到的。我总觉得这里作为崖居的时间可能不是太长，因为在这一块呀，人们生活的痕迹是有，但是不是太多。特别是一个地方崖居，如果人们长期生活的话，那些洞穴里面一定会有很多熏黑的痕迹，而这一块呢不多，只有少部分，所以我觉得住人可能有，但是不是特别长期的。就有些人说是养蜂的或者是采药的，我觉得有一点点可信度。这些秘密呢，只能等后面的人能够解答了。这个地方说真的哈，只能大中午来，天黑之前一定要离开。你看，这完全就是深山老林里面呢。我在这个里面探索的时候，一直都有点紧张，有点心惊胆战的。
主要是没有其他人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